找人顶缸完了。哟，周川老师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要副主编。哎，你脚底下那些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？没东西啊。没事，我看明白了，是你掉下来的一地人渣。既然停职了，那现在我就可以把人带走了。不准哭啊！不就是停个职吗？咱们就当回家休养休养。关键是期限未至，我感觉我要走人了。走人就走人，没事啊，我养你。我不要你养我，我就是要自己好好工作，我就是要好好当编辑。好，当编辑啊，当编辑，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编辑了。凭什么呀？太不公平了！我都从圆圆社走了，为什么还要圆圆社来补偿损失？就是因为要跟那个什么印厂维持好关系吗？没事啊，我帮你一块想办法啊，咱不哭了。不哭了啊。怎么了？我看你手机刚刚一直都在响，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是周川老师，最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总是给我发一些稀奇古怪的推文。是什么推文啊？你能让我看看吗？我想学习一下男神平时在看的东西。过来。恋爱为什么会出现冷淡期？有些女人明明就不爱了，为什么还是不愿意离开？真心爱你的女人就一定会满足你以下2个方面。怎么啦？你有什么话就说。书里，你最近是不是忽视了周川老师啊？啊？为什么会这么说呀？这些文章都透露了3个字：求关注。哦，我今天晚上不加班，回来给你做大餐哦。我今天晚上不加班，回来给你做大餐哦。听听啊，就你那什么烛光晚餐压根儿没用。什么叫水准？什么叫水平？什么叫效率？哎，你以后别再给我提任何的情感建议了，你不配。以后你追女孩啊，还是要多来请教请教我。没想到我天赋异禀的地方，不只是在写作哦。天赋异禀才怪。样书和赠品我已经检查过了，没什么问题。但千万要记住，网络特供版和普通渠道版一定要分开入库，听到了吗？知道了。来了，楚丽姐，我先挂了。你放心吧，这事儿我一定给你办好了。蒋老师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实在是去不了，因为索恒老师的新书事情实在是太多了。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？你是我女朋友，给别人当女伴干嘛？哎，那我得更正一下啊，我邀请的可不是你女朋友，我邀请的是我的编辑。姜老师，不如这样吧，你让周川陪你去，反正没说一定要女伴啊。你疯了吧？哎呀，周川老师，你也别矜持啦。当初姜老师送我的那本签名过的《消失的游乐园》，不仅被你私自扣下来，你连上面的小爱心都不舍得给我看一眼。哦什么啊？我女朋友看别人的爱心是怎么回事啊？说完没？说完赶紧走，忍你很久了，你不许留她吃晚饭。我没准备。放心吧，我也没打算留下。楚理，下次见啊。见什么见？不许见！
今天不想着工作，舍得回来了。那你想不想我回来啦？我说不想，你信吗？不信。手伸出来。这2天我在你眼睛里啊，就跟透明人似的。那你还给我买礼物？我再不表示，咱俩真要从冷淡期变成分手期了。呀，才不会呢，我们是热恋期。你见过哪家的热恋期一天说不了10句话的？亲也不让亲一下。我又不是不让亲，只不过没什么机会嘛。你看，来，我给你准备好了。这还差不多，不妨我今天把刚写出来几张小说发给你。什么？刚写出来的小说？我刚发你邮箱啊。我去看吧。嘴不是用来说话的呀。不好了，索恒的书出事儿了。我今天看了一下网络上小神仙的评价，他们居然说网络版没有赠品，实体店才有赠品。问过客服了吗？我问了，但是他们都说没有弄错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。我去趟印厂，你赶快联系副总啊。哎，哦，行，那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过去。好。哎，公司突然有点事儿，今天你送他去幼儿园。我今天也有很重要的会议，不能迟到。公司的事儿我必须得马上赶过去，你就送这一次，行不行？于瑶，哪一次你不是说有重要的事情？球球啊，你拍他背。哦，球球，没事吧，球球？啊，怎么样？好了吗？我都说多少次了，别让妈再给他买那种巧克力吃了。我妈给他买吃的，那是关心他，这怎么能怪在我妈头上呢？我不是说怪妈，这种东西不好。不是你为什么总在跟我用这种态度说话呢？球球，看妈妈，没事了啊，能去幼儿园啊。好，行了，那你送他去幼儿园吧，你叮嘱一下老师，让他再观察观察。我先走了啊。喂，那你就这么走了？索恒的书真的出现了很大的问题，我现在必须马上赶回去。现在球球已经没事了，我真的很抱歉。于瑶，我千辛万苦调回来，就是为了一家人能和和睦睦的一起生活。可你呢？在你心里，到底是这个家重要，还是圆月社重要？球球，我们走。喂，于主编，初里，怎么回事儿？为什么小神仙网络版一份赠品都没有？现在圆月的官方平台都快被书迷的投诉给挤爆了。于主编，我刚去印厂详细问了情况，是跟单员小王出现了纰漏，他把2份发印单给搞错了。对不起，于主编。行了，你先回来再说，别在印厂浪费时间了，必须在1个小时之内把这个事情解决掉。好。周川老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一副天塌的表情下车，我能安心回去吗？事情我都听阿相说了，不管怎么样，先回去再说。赶紧通知发信部，让网络书上没有发货的停止发货，然后着手准备补偿事宜吧。之前我才刚跟阿相说过，读者不能知道编辑的存在，要是出事的话，一定就会被骂。现在就真的出事了，唉，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张乌鸦嘴。是，你就是张乌鸦嘴。啊，没事啊，有我在呢。
陈老师，这是我工作上的事，你可千万别跟进来。老苗那群人肯定会，他们说什么不重要，只要最终可以帮读者争取到补偿就好。那我在车里等你。嗯。助理，印厂现在什么情况？是跟单员弄错了网络版和实体版的发印单，所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。我建议重新补发印发，尽快安抚读者的情绪。一文并下，你汇报吧。初步统计，网络预售大部分已经发货，没来得及发货的没运出去的也已全部紧急召回。但就算这样，还是大约有8000份的书已经在路上了。听到了，补印可以啊。邮费呢？一份8块到10块，8000份就是6万多。钱谁付？当然是印厂啊！我们跟印厂提出非常明确的需求，网络版必须放赠品，是他们搞错了，他们当然要负责，这是违约。我们跟这家印厂合作这么多年了，下面呢还要有 COS 的影集，还有全彩画集，要继续跟他们合作。如果在这个时候跟他们闹翻了的话，就意味着我们要再找另外一家符合我们标准的印厂。要是现在把手头的项目全都放下的话，是不是损失有点太大了？不是，我怎么觉得你话里话外都在帮印厂说话？不让赔，那读者怎么办？这种事情啊，就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现在的那些读者们呐，他们应该也没有那么难缠，是吧？我觉得他们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反应，无非也就是想让咱们社里给他们一个交代而已。那也就是说，要找个人来背锅呗，谁来背？那这事儿，我觉得初理应该承担一定责任吧。责编责编，责任编辑。你如果要是跑印厂跑得勤一点的话，会让他们手底下员工出现这么低级的失误吗？可是初理这次跑印厂挺勤的，他都恨不得住在那儿。现在读者都跑去索恒老师的微博下骂他，说要抵制他，说他是骗子，说好的赠品不给，欺骗消费者。真正出错的人缩在后面不出声，让我的编辑出来挡枪，我不同意。刚才我说过了，初理他是责编，让他承认错误也无可厚非吧？那怎么能叫挡枪呢？我相信杨总处理这件事情也会是做息事宁人吧？是不是，梁主任？啊？好，这个错误我来承担，因为我不想看到我的作者受委屈，更不想让支持他的读者失望，这不是他们的错。但是我希望发行部今天就能下单重印。初理呢，暂时停职。停职？这个处分未免太过分了吧？你有更好的办法？我是主编，我同意了吗？夏老师同意了吗？停职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结果了。那现在我们总不能跟印厂闹翻吧？那这么多的损失都要我们圆月社来付。那现在停职，这要放着别人早就让他走人了。如果初理是导致圆月社受损的人，不用你们说，我第一个撵他出去。问题是现在不是他的责任，为什么要让他出来背锅呢？杨总指示的，你自己看。初理停多久？回头再说吧。找人你刚完了？哟，周超老师，你怎么来了？杨副主编，哎，你脚底下那些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？没东西啊。没事，我看明白了，是你掉下来的一地人渣。既然停职了，那现在我就可以把人带走了。
不准哭啊！不就是停个职吗？咱们就当回家休养休养。关键是期限未至，我感觉我要走人了。走人就走人，没事啊，我养你。不要你养我，我就是要自己好好工作，我就是要好好当编辑。哎呀，好，当编辑啊，当编辑，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编辑了。凭什么呀？太不公平了！我都从圆圆社走了，为什么还要圆圆社来补偿损失？就是因为要跟那个什么印厂维持好关系吗？没事啊，我帮你一块想办法啊，咱不哭了。不哭了啊。2个小时以后到。梁主任，您甘心吗？什么意思？您是圆月社10几年的老人了，我不相信，您是心甘情愿让圆月补这个赔偿。我们心里都清楚，这件事情处理最多是个监管不力。如果他能负责任，没问题，就让他负。可现在的问题是，表面上他负责任，真正揽下所有责任的可是圆月社。金钱也好，舆论也罢，最后站在风口浪尖的可是我们圆月啊。是，这个处理方案不都出来了吗？你说这些没什么用啊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老苗到底真的是为圆月社好，还只是想让处理走？你要帮的到底是不是10年前那个苗建平？于主编，哎，小航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看到关博发声明了，处理怎么被停职了？最近都没有好好吃饭，先把饭吃了，回头我和你一起想办法。是我活该。如果当初我不只是打电话，而是去印厂再看一次，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。是我对不起索恒老师。做错事的是印厂的人，又不是你。你是我见过最好的编辑。你才接触过几个编辑，就知道我是最好的了。当初签我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种语气啊。初里，索恒老师为你发了一通声明，你快看看。先吃饭。不行，你快给我看看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是个太过软弱、不懂争辩的人。这是第一次觉得有必要为别人说话。我的编辑初里，是在我人生最艰难的时候也没放弃我的人，是一有风吹草动就为我冲在第一线的人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作者甘愿牺牲自己的人。他不仅是我的编辑，更是我重要的朋友，所以，我恳请大家停止对他的攻击，因为你们不知道，他是个多仗义的傻子。没事儿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